嘿，大家好，我是恰恰阿丽安娜。今天是我在伦敦的倒数第2天了。作为一个老司机，作为一个女司机，我特别想再开一把车，因为伦敦开车它经常是手动挡，还是在左侧开车，所以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不是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体验到的，只有在伦敦、印度等地方。印度开车我就不了。然后现在我要从 Zipcar 租一辆车，在伦敦里随便开一下。2点半、3点半，然后是20磅。感觉在中国1天就只用20磅哎。租。新的一天，街上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呢，当然这也是件好事。然后要走6分钟才可以到我取车的地方。哇，我真的会想这里的。伦敦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我肯定会再来的，特别是带我妈妈来。噔噔噔噔，这就是我今天要开的小车啦。旅程要开始啦！哦，这个车是手动挡，可怕！我最怕手动挡车了。但是说实话的，也就在英国开手动挡了。在欧洲可以开手动挡，在美国是基本上不会有手动挡的车的。先想想啊，离合，哇，这离合，离合，刹车，油门，听上去就没开过车似的。连手机，哎，不过他说伦敦塔桥关门了耶，塔桥怎么会关门呢？还是去看一下吧。好可怕！你自己一个人开车都没有副驾哎。不虚。上路啦！我们现在要去伦敦塔桥看一下。如果伦敦塔桥不开的话，那就不开吧。好可怕呀！手动的，哇，这个人拉手刹拉得好紧。等会儿啊，找下手感，左手开1档。这么多人，快给我让道，快给我让道！哎呀，这个相机太不稳了，我得调一下。尴尬。You
我居然比我预计的时间开快了整整半个小时，非常尴尬，因为我发现我相机的小的脚架没有那么防滑，所以说我一拍的时候这个相机就滑下来了，然后我就又要控制方向盘，又要控制这个换挡的这个东西，就有点手忙脚乱。然后为了安全第一呢，我就选择了没怎么拍摄。接下来就是菜菜脱口秀时间了。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懒人来说，开车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你只需要坐着控制一些简单的东西，你就可以看城市的各种各样的美景，当然手动挡除外，因为这实在是太复杂了，我这个脑子真的是转不过来。我是在中国学的车，在北京学的手动挡开车。我记得当时考科目2的时候，下倾盆大雨，完全没有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个线，我就直接就开过了，所以说连着考2次才考过。拿到驾照基本上第2天我就飞去美国开始我的大学生活了，所以说我基本上没有在拿到驾照后正式的自己上过路。不过在美国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准备几个人去阿鲁巴，叫阿鲁巴的一个海岛玩一圈。那个时候 Airbnb 的房东跟我们说，我可以租给我们一辆车，虽然那个时候我只有18岁。我们就立即马上租下了那辆车，那辆是一辆巨大的3排的 SUV， 然后是一个自动挡。然后当时作为一个只开过手动挡没有上过路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我就在考好驾照几个月后，在阿鲁巴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小岛上，坐在那辆 SUV 里面。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我的人和整个车都是分离的，完全不知道怎么控制。然后我当时左脚踩着刹车，右脚踩着油门，就这么上路了。我就这么开着开着就找到了一点感觉。所以说我真正开始开车是在阿鲁巴的一个小岛上，被逼无奈开的车，车里坐着另外4个人，然后我一个人担着他们4个人的性命。之后我美国那学期后，我就有了更多开车的动力，我就在美国开始租 Zipcar， 就是这个按小时租的这个车。旧金山整个城市里都有。旧金山开车挑战大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坡实在是特别的多，而且是又多又陡，就是过山车一样的。你往上开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但是那种 view 啊，就是那个视角实在是太震撼了。所以说我会经常去旧金山那些小比较村的地方，离那个 Golden Gate Bridge 有点近的那个左上角全是居民居的地方开车。然后那里既没有红灯，又没有什么车，也没有警车、救护车，就只有一些 stop sign。所以说在那儿就开，然后听着巨大的音乐，一个人开就还蛮爽的。我当时真的是就是为了开车而开车，然后租这个 Zipcar。美国之后我去了一个暑假在北京练了那么一两次，但没有很多次。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有些路上旁边有行人，我会有点害怕。然后去了日本做了一暑假实习，当然肯定没有在日本开车，不合法。然后之后去了韩国1学期也没有开车之后去了印度1学期也没有开车。然后之后又回美国开了几次车然后去了德国。德国这就比较搞笑了。德国虽然说也是在右侧开车，然后德国可能是车的发源地吗？ I'm not sure， 应该是吧，因为 that's auto 嘛。然后在德国的时候我有租过几次车。在德国开车，当时我还是在跟我的前男友一起租了一辆手动挡，开去1天的一个 road trip。当时我们俩都好惊险，因为我们就有点感觉操控不了手动挡，然后主要是他开的车，然后他就 Oh my god， 这还蛮 nervous 的，开的那一段还挺有趣的。之后我跟我前男友一起去了一个希腊的一个海岛。我们在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去的那个海岛，但是那个希腊的海岛还是在很夏天的状态，但我们2个基本上是海岛上唯一的2个游客。然后我们就以特别低的价钱租了一个自动挡的车，然后在那个海岛上就度了几天的假。然后那个车实在是开太爽了，虽然说小小的，但是它就完美的给予了我们所要的一切。好像是爱神之岛吧。在那之后我家长来德国看我，然后我们就租了一辆车，从德国开到旁边的各种各样瑞士什么的国家。然后这一路就比较好玩了。你知道德国的高速其实不限速的，所以说我们在德国的高速上开到13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旁边的车还像子弹般飞过，那个车速实在是太快了。然后我们当时租的那个车的性能，说实话开到130的时候，我跟我外婆都觉得整个人都飘起来了。然后我妈就说行了，就开到130，跟在那个卡车后面就挺好的，我们求稳，安全第一。所以说那个经历真的蛮有趣的。
在这之前，我又去了阿根廷待1学期。在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这个驾驶盘在右边的，所以说还好。但是阿根廷真的也是只有手动挡，然后自动挡会比手动挡贵很多很多的价钱。所以当时我跟我一个同学有一天说，我们要去往南开，往南极的方向开找企鹅啊，但是因为那个省钱的原因，我们租了一个手动挡。好家伙！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开始手动挡上路，开高速，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城市道路，再加上阿根廷的那些司机也都是太老司机了，太厉害了。然后我们一天开好多小时，去找企鹅，还真的找到了企鹅，但是我们差点把车搞坏了，因为我的朋友在一个本身该开20千米每小时的一种很可怕的土路路段，想把车飙到80，然后就出了一个小车祸。到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就攥着那个手动挡的车的方向盘，在飓风和巨暗的天底下开了5个小时的车，听着邓紫棋的新的album， 然后跟我的那个朋友一直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个感觉真的是就特别的好。其实在欧洲那段时间，我还有跟我的很好的朋友米哈一起去冰岛玩了7天，那7天一直都是我开车，那7天我一天可能要开7、8个小时的车，那个是自动挡，然后开过了各种各样的景色，各种各样的天气，大暴风雨、全是雾，什么天气都开过，那个也是非常的爽啦。在冰岛的特点就是那个路稍微有一点窄不过呢这个都没有阿根廷来的挑战，因为阿根廷它所有的路都是双向路，所以说你要是真的有点打瞌睡开到那边了，可能那辆车就过来把你给撞了。还有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卡车在传说中的高速公路上，所以你要超车的话，你一直是超着那个反方向来车的那个道超车的。然后如果有2、3辆卡车一起超的话，你就觉得会不会跟前面的人撞上，这种感觉还蛮那什么的。好，最有挑战性的我觉得还是英国了。英国首先是手动挡，其次它是靠左开车的，这2个连在一起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挑战之一了。说实话，在伦敦开车体验实在是太差了。今天我在伦敦开车，我就觉得因为它的路况实在是太复杂了，再加上它公交车道各种各样的方向来车，然后这个要操控手动挡的这些破烂的杆儿，就觉得太复杂了，所以说我就没有办法边开然后边录很好的像。然后希望今天是2021年的第2天了，希望这1年里面大家都可以快乐乐的，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好，谢谢大家看我的视频，然后你们想看什么视频都在评论里面跟我说。我再过2天就要回旧金山了，这是我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了。我知道你们都对我的大学很感兴趣，这就是一个比较神奇的游学项目，叫 Minerva School 在 KGI 密涅瓦大学。就这么着，不多说了，拜拜。